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往糯米粉里打入5个鸡蛋，教你意想不到的做法，不蒸不烤不烙饼，出锅松软香甜，比面包松软好吃。自从学会这个做法，孩子3天2头点名要吃，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150克糯米粉，糯米粉呢最好选用水磨糯米粉，这样会更加的软糯好吃。再加入50克低筋面粉，加5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再加入10克泡打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5个鸡蛋，再准备一个大盆，用厨房纸巾把里面的水汽擦干。这个大盆呢一定要确保无水无油。擦干后再把鸡蛋打入大盆中。我们在打入鸡蛋的时候，动作一定要温柔一些，不要把蛋黄弄破了。如果把蛋黄弄破了，这个蛋白就很难打发。全部打发好以后，再准备一个这样的勺子，用勺子把蛋黄舀出来，让蛋黄与蛋清分离。舀好的蛋黄放入糯米粉的碗中，全部舀好后，再把蛋清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在糯米粉的碗中再加入150克酸奶，没有酸奶的可以加纯牛奶，我觉得用酸奶做出来的口感会更好。再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鸡蛋、酸奶、糯米粉完全混合在一起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。在搅拌的时候，如果觉得太干的话，还可以加入一些酸奶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无颗粒状的面糊，这时候的面糊呢是比较浓稠的。这时候再往里边加入20克玉米油，继续用蛋抽搅拌均匀，让玉米油和面糊完全混合在一起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。最后搅拌到看不到油的状态就可以了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准备一个电饭煲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周围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刷好油以后，再盖上盖子，按保温键先放一旁加热着备用。接着我们再来打发蛋白，在蛋白的碗中挤入几滴柠檬汁，去一下蛋腥味。然后取出打蛋器，用打蛋器先低速打发，再慢慢转中速，再转高速打发。这样打发呢，这个蛋白就不会溅得到处都是。在打发蛋白的过程中，这可是关键的步骤哦。打发至蛋白刚刚开始出现这种粗泡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加入20克白糖，糖呢一定要分次少量的加进来。第一次加入白糖，白糖能起到帮助蛋白稳定的作用。再继续用打蛋器低速打发，再转中速，再转高速打发。打发至蛋白变得细腻时，像这样的状态，在第二次加入20克白糖。第二次加入白糖呢，可以助力蛋白形成更细密、更稳定的泡沫组织，让蛋白霜逐渐变得浓稠，有了一定的支撑力。打发至蛋白霜已经有了明显的纹路时候，在第三次加入20克白糖。这是最后一波加入白糖，能进一步强化蛋白霜的稳定性和韧性，使蛋白能够在后续的烘焙过程中保持蓬松的状态，不轻易消泡。分3次加入白糖呢，能让我们得到细腻、稳定且蓬松度极佳的蛋白霜，这样做出来的蛋糕、甜点才会拥有完美的口感和外形。打发至提起打蛋器呈现这种倒弯勾角时，这时候我们的蛋白就打发好了。然后用刮刀舀出1/3的蛋白，放入面糊的碗中。
用切拌或者是翻拌的方式给它拌匀，让面糊和蛋白霜完全混合在一起，千万不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那样蛋白霜很容易消泡。拌匀后，再全部倒入蛋白霜的碗中，再继续用切拌或者是翻拌的方式给它拌匀，让蛋白霜和面糊完全混合在一起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做搅拌成这样的状态，用刮刀舀起一勺面糊滴落下来，有很好的堆积效果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再把电饭煲打开，然后把面糊倒电饭煲中，像我这样全部倒进来以后，然后震动一下电饭煲，给它震出大气泡。蒸好后再撒上一些芒果干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全部撒好后再盖上盖子，按煮饭功能键，大概需要煮40分钟左右。跳至保温键后再焖5分钟，我们再打开盖子，哇，好香啊！一股蛋糕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看一下表面非常的绵密蓬松，再把它取出来，再扣上一个盘子，倒扣装入盘中，再把电饭煲取出来，看一下底部金黄金黄的，看着就非常的松软，再给它翻一下面，为了方便食用，我们给它切成小块，这里给它切成了三角块，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非常的蓬松又湿润，真的是太有食欲了，浓浓的蛋糕香味扑鼻而来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电饭煲酸奶糯米粉蛋糕就做好了。今天用的电饭煲解锁了糯米粉蛋糕，真的被惊艳到了。蛋糕刚出锅的时候，香气扑鼻而来，表面微微金黄，外观蓬松又可爱。表面那星星点点的芒果干，看着就超诱人。凑近闻，是酸奶的酸甜与糯米的清香交织在一起，点缀着的芒果干散发着诱人的果香，一口咬下去，那口感绵密细腻，又带着糯米粉特有的 Q 弹软糯，与普通蛋糕截然不同。芒果干的酸甜自舌尖散开，恰到好处地中和了蛋糕的甜腻，每一口都能同时感受到蛋糕的香甜与果干的清香，酸奶的加入让蛋糕体更加湿润绵密，入口即化，这种搭配简直是味蕾的一场盛宴，糯叽叽的快乐谁懂啊？没有烤箱也能轻松拥有的美味，强力推荐大家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